男人身为千亿富豪，却在人生最巅峰时选择了自我了结，只因他的系统告诉他，只要重生为畜生道，那就可以获得吞噬系统，成为站在食物链最巅峰的存在。于是他便重生成了一头北极狼，并在系统的加持下，很快就能独自外出狩猎了。只不过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一头有着6级的幼年射牛，而他也只是一只4级的幼年北极狼，二者的体型数值差距实在太大，即便凭借着速度上的优势废掉了射牛一只眼睛，发狂了的射牛不由分说就对着我冲撞而来，而我也凭借着速度的优势，直接跳到了射牛的背上，并撕咬下一大块血肉。可很快就被射牛疯狂的晃动甩了下来。刚刚落地，射牛那宽大的牛蹄就狠狠踏来，我见状大惊，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看似陷入疯狂的射牛，在生死之间还能如此冷静地应对我的攻击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拼着受了一脚践踏，这才翻滚躲开。好在践踏的攻击力还在承受范围内，随即松动了一下背部骨骼，缓解了一下被践踏的痛楚，然后就吞下了刚刚撕下来的肉。下肚的同时，进化值也终于到达160点。下一刻，让全身细胞欢呼雀跃的进化力量再次降临，而我也成功的突破到了5级，身体的各项数据也得到全方位的提升。额外的那10点属性值依旧被我分配到速度一栏，我的速度数值也直接飙升到100点。目前整个北极大陆我还没有见过有超过100速度的动物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以后可以在整个北极来去自如了。就算日后遇到打不过的大型肉食动物，最起码逃跑不是问题。而现在眼前的这头射牛也是时候彻底解决。对面的射牛似乎也察觉到我周身气势的变化，可射牛依旧没有退却，死死盯着我低吼一声，随后便再次向着我冲撞而来。而我也露出了锋利的獠牙，向着射牛狂奔而去。极致的速度让眼睛受伤的射牛根本看不清我的身影，他只觉得冲锋的路上一团白色的影子纠缠了上来，紧接着锋利的獠牙狠狠刺进自己的咽喉，感受着自身快速流逝的鲜血。射牛想再次吼叫，可他已经发不出完整的声音了，但他依旧在疯狂晃动身子，哪怕流了这么多鲜血，还是没有死亡，还在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。而此时不远处的探险家几乎都看呆了，他捂着红润的嘴唇，眼神中满是震撼。刚刚他还在为这头独自狩猎的北极狼担心，会不会被射牛踩坏身子，可转眼间情势就来了个大逆转。在真正的搏命厮杀后，只有着一对牛角和宽大蹄子的射牛，根本不是凶残狩猎者的对手。锋利的獠牙和狼爪在肆意摧残着射牛的生命力。随着一声嘹亮的狼嚎声响起，垂死挣扎的射牛眼中逐渐失去了神采，随着倒地击溅起的冰雪，我也喘着粗气松开了口。这时眼前弹出几道消息提示：临阵突破，精准闪避，最终胜利，目标死亡。此次战斗评级 S 级，获得10支潜力药剂和3支进化药剂，这让我有些出乎意料。本以为厮杀到双方都染血才能获得 S 级评分，但现在看来，只要战斗中有足够多的亮点，也可以获得不错的评分。兴奋过后，我抖了抖毛发上的鲜血，接下来就安心的享受自己的战果，狠狠从射牛脖子处撕咬下一块血肉，吃进胃里化作滚滚能量转换成进化值。这一场狩猎，我的实力再次得到突飞猛进。如果现在动用猎杀天赋，哪怕是成年的射牛，我也可以搏一搏了。在吃了7、8斤血肉后，有了6、7分饱的我便停止了进食。这7、8斤的射牛肉也给我提供了40多点进化值。不过从5级升到6级需要320点进化值，对于现在来说还差得很远。而现如今的北极已经进入冷季，在我进食完后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。不过我在黑暗中依旧看得很清楚，只是那双闪烁绿光的眸子，让寻常人不禁感觉到有种摄人心魄的恐惧。而不远处的探险家也在这时悄悄驱车离开了这里。不远处车辆行驶的声音惊动了我，不过我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静静注视着这辆越野车离去。对于我来说，只要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偷猎者，倒也没什么。因为前世为人的我，对于人类心中还是保留着一丝善意。看着越野车离开后，我低嚎一声，示意一直隐藏在灌草丛中未露头的小灰来进食。趴在那里2、3个小时的小灰被冻得身子都发麻了，听到我的召唤后，这才赶紧屁颠屁颠的来到射牛身前吃了起来，一边吃还一边低嚎，这是对英勇无敌的老大表达着敬畏和得到食物的兴奋。我从周围找来2根滚圆的灌木，准备用托运的方法将这头射牛带回山洞。虽说狼族10天半月不进食都没什么事，可要有充足食物的话，还是想着每天都能吃饱的。在我巡视了周围一圈没什么危险后，便打算带着射牛离开，而小灰还在狼吞虎咽的吃着，吃的肚皮都明显起来。在这种环境下吃个6、7分饱足够了，不然会拖累自身的行动。因此这让我看到小灰后，过去就是一爪拍在他的头上。听着他的惨嚎，我并未过多解释，因为太复杂的道理对于小灰这种单智商是理解不了的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还遇到了闻着血腥味而来的几只北极狼。为首的雄性北极狼感觉到我的不好惹，对峙了一番后便识趣的退走。我们将射牛尸体拖回山洞附近，正好碰到外出巡视的狼爸。我马上松开猎物，长嚎一声，示意狼爸自己已经回来了。狼爸听到嚎叫后，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瞬间望了过来，看到是我，他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慢慢放下。但很快狼爸灵敏的嗅觉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，这让狼爸忍不住露出了獠牙，以为是我受伤的狼爸飞快的狂奔而来，伸出舌头到处舔着我的毛发，可很快就分辨出血腥味的味道。而我这时也低嚎一声，示意狼爸向身后望去。只见小灰还在费着9牛2狼之力拖拽着射牛，用鼻子嗅了嗅，他有些不敢相信，这竟然是一头射牛。这样体型的射牛，就算是他都不敢招惹。本来还想着狠狠教训教训小崽子的狼爸瞬间沉默了，转头后才发现自家小崽子又大了一圈，体型已经能和他比肩，实力体型猎杀食物。眼前的一幕好像在无声诉说着，这小崽子貌似已经超过了他。狼爸帮忙把射牛尸体拖回山洞，但过程中一直都很沉默。山洞内的狼群看到这
头射牛的尸体时，也有些发愣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头狼独自去狩猎了？狼爸低嚎着向我看来，众狼这才知道这头射牛是我猎杀的，他们看向我的目光立马就带了些许敬畏，不少雌狼也挤了上来帮我舔了舔染血的毛发，摇动着尾巴表达爱意。但在狼妈的龇牙怒视下，这群雌狼才夹着尾巴悻悻离开。我低嚎一声，示意狼妈和他们来吃猎物。至于其他狼族，没有狼爸的命令，谁都不敢动。可等了半天，依旧没有听到进食的命令，便只能吞咽了下口水，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，闭上了双眼。狼妈则是来到狼爸身边，舔着他的毛发，在无声安慰着他。我低嚎一声，主动招呼狼爸过来进食，但狼爸什么也没说，直接睡了起来。见状，我微微叹了口气。狼族之中很多观念还是太根深蒂固，自己目前的实力已经威胁到狼爸的地位，而这也是他一直沉默的原因。哪怕是狼王亲生的孩子，在成长起来后，也得出去自立门户，去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狼群。时间一晃又过去半月，北极大陆白天的时间越来越少。这段时间，狼爸带领狼群出去狩猎了4、5次，可每次得到的收获都不如狼意，最后也只能厚着脸皮和一群幼崽分享我猎杀的食物。而我这些天也没有立刻出走狼群，只是和小辉出去找了找安全系数较高的山洞。小辉现在已经突破到3级，体型和狼妈相差5级，实力更比普通4级的北极狼还要强。这段时间我也看了看系统奖励的药剂，进化药剂能提高进化值的获取，并且能维持3天时间。潜力药剂可以开发身体潜力，我自己用了5支，然后偷偷给3只狼崽都注射了1支。第2天，他们酣睡的时间明显变长。我低嚎一声，带着小辉走出山洞去狩猎。小辉是一种，所以第1天就有了变化。狼妹和堂姐估计得3天后被激发的潜力才能体现出来。在这段时间内多运动多进食有助于开发出自身潜力，因此这次狩猎一直都是小辉担当主力。很快就在山洞的不远处搜寻到一窝驴鼠，其中实力最强的也就只有1级。小辉接近他们后就开始了一场血淋淋的追杀。10分钟后，雪地上就躺了10几只尸体。小辉一边嚎叫，一边让我过去进食。几只驴鼠下肚，进化值很快就削减到了0.1，没有进化值的获取，我也就懒得吃了。小辉将胜利余的驴鼠又吃了几只，剩下的就被他藏在一块石头后面，准备给山洞中留守的狼妹、堂姐还有灰斑小狼带回去。接下来，我带着小辉寻到一头独自吃着苔藓的7级北极驯鹿，不到40速度的小辉根本没被他看在眼里。北极驯鹿被追的跑了一段路，然后又在原地继续吃着苔藓。小辉又一次追上去后，还被他狠狠踢了一脚。见状，我直接露出一对獠牙，嘹亮而又悠长的狼嚎在北极大陆上空回荡，动物与生俱来的第6感发出危险的信号。北极驯鹿没有任何犹豫，撒腿就跑，但我的速度比它更快，宛如一道白色的闪电，瞬间来到驯鹿的身侧，伸出狼爪，狠狠拍在它的脖颈上。北极驯鹿接连翻滚数次，最后倒在雪地上。我没有浪费时间，直接给了他一个痛快。这时小辉才喘着粗气跑来，他早已对老大的神威见惯不惯了，自己费尽9牛2虎也对付不了的猎物，在老大这里就是待宰的羔羊。我低嚎一声，示意小辉去找灌木，好将北极驯鹿拖回去。不过这次我准备将猎物带回自己新找好的山洞，以防狼爸再受到刺激。新找的山洞在一处高山之上，一般的狩猎者都很难爬上来。我和小辉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北极驯鹿的尸体拖拽上来。进入新的山洞，我从北极驯鹿的尸体上吮吸了好几大口鹿血，鹿血不仅是名贵的药材，还能大幅度让我解馋。然后低嚎一声，示意小辉过来进食，而我则是来到洞口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北极大陆苍茫的夜色。这个山洞的地理位置很不错，居高临下能眺望很远的距离，山洞内也十分宽敞。比起狼爸、狼妈他们所在的山洞还要大上数倍。围着山洞巡视了一圈，回来后，小辉也已经吃了8成饱，他低嚎2声，还惦记着自己埋的几只小驴鼠，打算带回去给狼妹，让他们尝尝鲜。我回应一声后，便带着小辉下了山，顺便将埋的7、8只驴鼠挖了出来，带回原来的山洞。不过刚好碰到狩猎归来的狼爸、狼妈，看到我后，作为头狼的狼爸明显紧张起来，发现我们只是叼了几只驴鼠回来，顿时松了口气，这让狼爸作为头狼的尊严终于保住。狼爸炫耀似的将一只成年北极鹿尸体扔到我面前，这是狼爸特意给我们2个留的。我低嚎一声，对狼爸表达着自己的欣喜。狼妈过来轻易的舔了舔我的毛发。其实狼妈早就察觉到自家丈夫和孩子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可狼族中实力为尊，她也没有办法。狼爸丢下猎物后，便恢复了头狼的高冷范儿，回到原来的位置，继续爬下睡觉。而小辉也已经将叼着的驴鼠给了狼妹。他们时间一晃又过了数天，在我给几头小狼崽开小灶的情况下，他们终于有了不小的变化。堂姐的体型比之前大了整整1圈，等级也突破到3级。经过测试，堂姐开发出的潜力是听力，而狼妹也终于来到1级。小辉的提升则是全面性的，已经开始向4级的实力进发。在这些天中，我的进化值也在缓慢增长着，目前进化值也有了80多点。剩下的2只潜力药剂也给了狼爸、狼妈使用，让他们的数值有了一些微弱的提升。接下来我准备离开狼爸，然后带着小辉出去建立一支新的狼群。至于狼妹、堂姐和灰白小狼，若是狼爸、狼妈放心的话，自己也可以带走。在摊牌后，狼爸沉默了整整1天，而狼妈反复在我身上亲昵的舔着，试图让我留下来，但我还是决定立刻离开狼群，以防未来和狼爸之间有了解不开的隔阂。不过我选的山洞离狼爸、狼妈这里只有20来公里的路程，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可以很快来照应他们。最终，狼爸沉默了1天后，还是低嚎一声同意了我的离队，并且将狼妹、灰白小狼和堂姐一起交给我。他们在各自母亲的怀里依偎片刻后，就这样一行5头平均出生时间不到半年的狼族幼崽便离开了山洞，在广袤无垠的北极大陆开始了新的闯荡。
一路上小辉都很是兴奋，因为终于要去新的山洞开始新的生活。而狼妹堂姐和灰白小狼则是第一次从山洞出来，对于外面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。在一行没见过世面的狼崽子蹦蹦跳跳中，很快就来到了新的山洞。山洞很是宽敞，道路崎岖陡峭，堂姐和狼妹费了9牛2狼之力，这才爬进了这个山洞。见状，我示意小辉将先前储存的北极驯鹿尸体拖出来，几只小狼崽立即狼吞虎咽起来。小辉一边吃一边对几只小狼崽嚎叫着，表示只有紧跟着老大才能吃上这样好吃的食物。现在北极的天越来越冷，极夜已经快要笼罩到这里，不少动物也都从北极迁移到了别的地方，这也导致了狩猎者的竞争越来越残酷。在新组建的狼群中，目前能外出狩猎的只有我和小辉，而堂姐虽然已经3级，但实力跟小辉的差距还是很远。不过留下来照顾灰白小狼和狼妹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一转眼又是半月过去，极夜已经彻底降临，我们所在的地区已经完全被黑夜笼罩，气温也下降到零下20度左右。几只小狼崽相互依偎在一起取暖，不过好在有着充足的食物，狼妹和灰白小狼也在快速成长着。这段时间中，我带着小辉多次下山狩猎，狼嚎声在漆黑的北极大陆回荡，我的进化值也在蹭蹭的快速增长。而今天的收获也很不错，狩猎了8只北极狐，我和小辉往返了2趟，这才将北极狐全部带回山洞，将活捉的北极狐幼崽扔给狼妹和灰白小狼，然后示意堂姐监督他们2个练习捕猎技巧。之前的北极驯鹿还有着70-80斤肉，至于这几只北极狐，这样的杀孽也只能由我来承担了。锋利的獠牙直接将一只成年北极狐开膛破肚。在进食期间，我也使用了一支进化药剂，刚进肚的第1口就获得12点进化值，我顿时食欲大增，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没一会儿时间，就吞食了整整1头成年北极狐，这也给我带来了将近100点的进化值，距离突破6级，目前也只有不到30点的进化值了，估计明天再吃些就差不多了。我立即站起来走出了山洞，小辉见我出去，连肥美的鹿肉都不吃了，赶忙屁颠屁颠的跟着跑到山洞洞口，可看到我迅速离开的身影，顿时有些不解，他仰天长嚎了一声，却连一丝回应都没有。